记录把玩时光，我是 Hunter， 欢迎到最新的一期开箱简评。那今天呢，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就是眼前的这款，来自鬼斧工作室出品的大洪荒系列里面第一弹四邪之首吃。从这个名字大家就可以知道，名字是取自于魑魅魍魉。那作为这个第一弹发行的这个四邪之首吃这个角色呢，其实造型方面看起来非常像这种东方的一个紫色的大鬼形象，而且呢衣服呢有那种破布的这种感觉，那其他的就是一个非常裸露的肌肉非常肿胀的这种紫色的巨汉型的这样一个形象。这个形象呢，我觉得如果你喜欢大怪头或者说怪兽类的这种玩具的话呢，这个造型应该是非常能够吸引你的眼球的。至少呢，在我目前镜头面前展示的一众6寸人偶面前，这款玩具的这个视觉压迫感还有整个分量感呢是非常足够的。从我现在上手的感觉摇摇晃晃，一体性还是非常强。虽然只是一个样品的阶段，但是我相信大货的表现肯定会比现在要好，因为跟设计方也聊过，跟厂商也聊过，整体的这个颜色和配色方案呢，到后期都会有调整。待会儿我们边玩来边看。那首先呢，刚才上手了一下整体的这个重量，我感觉已经就加上斧子已经接近2公斤了。因为现在的样品阶段嘛，所以说没有外包装盒这一点呢，我觉得不算特别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个片头的官图，然后再结合现在的这个样品的这样一个阶段的把玩体验，我们来看一下这款产品在大家长期的等待之后，能够交出一个什么样的答卷。那首先内容物方面，主体一只，然后身上的布衣部分分别分为这个上面的这个兜帽，但实际说是兜帽它其实是一片这个中间加上铁丝的这样一个布置材料，其实就是，但是它是有做这样的弧线剪裁的这个造型的。我觉得这个造型呢，如果说不佩戴它那个项链的话，单独披在上面有一种那种古代的这种行官的感觉，但是因为它的这个肌肉还有它的整个体型太过炸裂更像是这种山海经里面的这种大鬼的这个形象，而且呢它的这个牙齿也是类似于这种上牙床这边2个犬齿往外翻的这种造型我个人觉得呢，跟我心目中的这种大鬼的形象还是非常契合的。取下兜帽，然后再戴上它这个标志性的项链之后，整体的这个造型又发生了一些气质上面的这个变化，从一个行官，然后变成了彻头彻尾的一只恶鬼的这个形象。首先呢，我是觉得这一次玩具在样品的状态下，紫色的发色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当然呢，它这个目前现在的这个关节部分的塑料原色和这个上面 PVC 材料的这个主体部分材质上的这个差异显得稍微有些割裂。后期的话呢，官方也会对于这个配色做出相应的这个调整。但是呢，这个关节呢是比较有意思的，待会儿我们一点一点来看。首先重中之重，头雕部分。这一次的头雕部分呢，采取的是一个可动嘴的设计，同时呢，这个牙齿的这个部分呢，也是从这个上方的犬齿往上往外去翻折的这样一个状态。眼睛呢，双目是一个金铜的这种造型，然后头上的这种类似于这个眉弓的这个部分褶皱的地方呢，都有一定程度的这个自洗，然后做出了类似于祥云的这个造型，看起来呢还非常有这种神话的气息。包括身上的这些即使伤痕纹理和经络它都是有一些类似于曲线的这样一个线条存在。个人觉得呢，算是一种神鬼系在这种皮肤质感上面的这种设计语言一种比较特别的表现吧。个人觉得还是非常有他们家自己的风格的。然后看到手臂的这个肌肉部分你可以看到这个手臂的肉量堆的是非常满，同时呢，你可以看到这款人偶的厚度呢也是非常夸张。在头部的部分呢，抬头低头的幅度呢其实都是比较够用的。虽然头发呢比较长，但是呢其实软胶零件呢也不太限制呢左右转头的可动。嘴巴的最大张合角度呢是开合角度呢可以开到这样一个程度，同时呢还有这种血液的这个特效键你如果说想把它放到嘴里做一个这种
吐血或者说茹毛饮血的这样一个状态也可以。但目前呢，我觉得这个零件它毕竟样品嘛，我个人觉得就是卡点，如果说能够做得更好一点就好了。不然的话呢，就是有一种怎么说呢？其实这样看这个角度呢还是比较自然的，但是有些角度看起来呢就会怪怪的。这一点呢，可能我个人比较主观吧。不过这个配件，反正呢摆一些场景聊胜于无，因为感觉这个大鬼呢就是瞬间把对方就是自己的猎物杀死之后，或者说自己的受害者干掉之后呢，就马上可以进行茹毛饮血的这种造型啊。反正第一印象就是那种非常粗犷、非常野蛮的。有视觉冲击力的这种感觉，然后再加上它现在的这个可动性的加持，肩膀这个地方呢，大大的这个球形关节，很粗的一个桩插到这个胸部这个蝴蝶关节里面，平台的这个幅度呢，再加上胸部这边一个旋转关节，反正是直接平转啊，就是平举呢可以轻松超过90度。360的大臂旋转非常的紧实啊，不在话下。同时呢，这个蝴蝶肩往后幅度呢大概是5度左右的一个水平，但是往前的这个幅度呢非常的夸张，可以做到这种类似于穿帮的这样的结构。里面的这个关节呢，其实设计的很像某些比如说高达的这种产品，而且呢，你让它双手抱胸也都是可以做到的。就这么大的一个块头做这种双手抱胸的这个造型呢，也可以做的比较自然。个人觉得还确实是非常有意思的这样一个胸部的设计，而且呢，在这种大块头的玩具里面，我觉得已经在这个胸部和肩部的关节使用了非常多个零件啊，感觉这个地方的设计非常用心，而且呢，把玩的手感非常扎实啊，这一点呢，确实是掰起来很爽。接下来呢，就可以看到它大臂的部分，大臂的部分二头肌旋转不在话下。相比起那种非常膨胀的三角肌啊，它这边呢选择的是一个类似于这种有一点像相扑力士的那种感觉，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它把这个斜方肌和这个三角肌的这个地方过渡做的比较好，就是显得没有脖子。然后呢，整个肌肉量非常大，同时躯干呢也非常粗壮。因为之前那种倒三角形的这种健美型身材呢，已经看得太多了。那比如说很多美系的超级英雄呢，都是那种健美型的身材，就已经看腻了，对吧？反倒是出来一些类似于像红坦克啊、憎恶啊，那种就是奇形怪状的这种角色，反倒是在你的这个人偶收藏里面能够眼前一亮。这一款魑魅魍魉的魑呢，在我眼前就是或者说在把玩体验上。至少在视觉上面就给我这样的一个感觉，肌肉量也好，还是说这个可动关节也好，它其实整体的这个观感，它就是一个纯反派、纯怪物的这样一个形象。那这个把玩上，还有它的这个外观造型上，其实都突出了一个这种邪气，同时呢，还有这种非常就是溢出屏幕的这种肌肉张力非常的不错。但是问题其实也是有的，就是比如说这边关节的这个颜色，对吧？颜色还有现在这个关节的这个地方做工，这个地方需要在大货上面去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包括呢这个布衣的这个部分，这个布衣的部分呢其实是2个地方一个是这边的这个裙子，再一个是这个缠手布。我觉得目前来说的话，这个布衣做的都有点太干净了，需要做一些污渍的这样一个处理。然后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体性，我觉得这个大块头角色一体性确实是非常不错啊！我现在随便摇，把这个项链都摇下来了。目前这个胸腰关节还是非常紧实，包括这个大腿根部都很 OK。挺胸关节的话，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其实是一个后仰45度左右一个水平，但因为它这个背部的，你看它整个背阔肌，包括它脊椎上面这个符文，整个肉量实在太满了，所以说它大概只能到这个长度。不过我觉得也算够用，前倾的这个幅度可以像这个样子。那加上它这个极其粗壮的大腿，虽然没有那种很夸张的下拉关节但是它这个设计比较有意思，根部是一个大球，然后再加上这个球形的这个怎么说呢，齿轮转轴，再加上齿轮的这个屈膝，你看它的这个屈膝幅度也可以做到小腿贴大腿，同时呢前脚掌
也是一个非常紧实的这个接地可动，你甚至可以把它像这种刃牙里面奥利巴那种角色啊，抱成一个大肉团，一个紫色的肉球，然后这种玩的时候呢，就掰起来非常爽。当然你尤其是如果你想拍一个视频的话，我这样举在这个镜头面前，你需要一定程度的这个肩膀力量啊。接下来呢，就看一下它的这个手掌。这个手掌呢，其实是为了握持这个斧子，所以做了一定程度的关节取舍。如果以他们的这个技术能力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完全可以做到5指可动，但是他们选择做这个4指可动。当然4指可动的话呢，你保持这个大拇指作为这个虎口抓握的这个造型，我觉得做出这种龙爪手啊，然后国际手势啊，对吧？除了不能点赞之外，然后比一个耶啊，这些基本的这个姿势，包括指向手型，还有拿捏对手的这个手型都是能够很轻易的复刻出来。这一点呢，我觉得在可动性方面以及摆造型方面呢，其实是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整体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这款玩具单从素体层面来说呢，就已经给我一种在怪物系列里面眼前一亮的这种感觉。当然呢，造型方面见仁见智，这个东西呢都是比较主观的。我非常期待最终的这个成品无论是在颜色还是在关节的这个用料上，能有什么进一步的这个升级的体验。反正现在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个头真的是非常之夸张。拿出之前大家可能都人手一只的这个大王虎甲，其实大王虎甲个子在6寸里面也算比较高了。但是呢，在它面前呢就很小一只还有包括去年我非常喜欢的组合人这个刽子手，然后放到它旁边，它就只有这么大一点。整体来说的话呢，确实接近30公分的这个身高，那果然不是盖的。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彩蛋的部分，就是它这边会附送一个小妖怪。这个小妖怪呢，其实说实话呢，造型方面呢，确实是有点别致有一点杂鱼的这个既视感，耳朵等一些部分呢，看起来很像那种蝙蝠怪或者说洞穴生存的这种生物。可动性非常简单，它只有这个手臂旋转，还有这个平台。不过这个平台呢，可以来到这样一个程度，你可以摆出那种比较像僵尸或者说乌鸦坐飞机的这个造型。但它比较好玩的地方呢，它就是直接可以拆成2半，内部有一个肋骨的刻画，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这个拿它的超级大战斧把它1分为2的这个造型。然后包括呢，它下半身部分还埋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它这个地方肚子可以直接打开，打开之后呢，又幻化成了这种一个巨嘴，然后里面还有眼睛，让我想起了以前的一款游戏叫做《死亡空间》，里面的这些人或事物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这个变异和异化的这样一个造型，也是比较有意思的。然后再加上这一把，就是你甚至自己都可以，当然我手比较小自己都可以握着拿去挥砍的这个战斧。这个战斧呢，很有之前那种水浒卡里面设计的角色使用的武器的感觉。虽然涂装方面呢，现在就有一点潦草，没有办法把这个模具的特色给完全展现出来。但是说实话呢，即使在这种普通的涂装的加持下，它这个铸造感呢，还有这个开模的锐度，反正大家可以看到还是非常不错的。一边是怒颜，另外一边是就是悲伤的这样一个表情。一怒一哀嘛，反正这样一个表情呢也很常见，在这种美术作品里面非常有意思的这样一个设计整体的把玩下来，我觉得跟大家聊了这个10几20分钟，这款玩具我的综合评价是，目前这个样品阶段呢，它虽然有这个关节颜色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些这个涂装上不够精细的问题，但是至少在这个模具的这个体验上面来说的话，我觉得这款模具这个素体呢非常的惊艳，很有那种大怪兽的这种感觉，就是妖魔鬼怪就是魑魅魍魉百鬼夜行的那种感觉。而且呢现在我反正觉得从2024年开始，就有非常多的这个国内的这个厂牌开始做这种大怪物的这种形象。整体来说的话，我都已经不愿意称他们为这个美系的人偶了，因为都是国内的这个厂牌去做的这些玩具嘛，完全都可以称为这个新中派的，就是新中式的这样一个可动人偶。
个人感觉呢，反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到时候这个今年的第2季度出货之后，大货到底素质表现如何？我也会第一时间拿到手，然后跟大家去做细节的这个分享。那今天保温分享就到这边，我是 Toy Hunter， 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拜。